哎呀，还是这家乡啊，看着亲切了。一走啊，好几年没回来了。董事长，你说你现在也是小有成就了，这回到家乡来，你为什么让我准备这样一件衣服呀？李秘书啊，这我走的时候啊，穿的就是这衣服，所以我回来啊，也想穿这身衣服，这样回来不是亲切吗？董事长，这现在的人都挺现实的，你这出去那么多年，如果穿这回去的话，他们会对你好吗？没事儿，正好呢，我也想看看我丈母娘现在对我穿着这衣服回来有什么反应。我明白了，董事长是想试探一下他们是吧？对，有这个意思。行了，这衣服给我吧。对了，李秘书，你等下去银行取2万块钱，都送到前面那家，我等下在那等你。啊，行。行，那你先去吧啊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好。哎呀，哎，得关门啊！妈，大美，妈，在家呢？在家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怎么我回来你不欢迎啊？我还欢迎你，你这么多年连个电话都不回家打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妈，这几年我不是出去打工创业了吗？这没挣到什么钱，我也不敢接你的电话，也不敢给你打，我怕你说我。还怕我说你？你现在不怕我说你了啊？你这创业都创成这熊样回来了啊？妈，这几年在外面我也吃了不少苦，可是现在创业太难了，这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别说那么多理由，我看呀，就是你没本事，没那个能耐。那人家出去创业都能成功，你出去创业就创成要饭的回来了啊！我看我闺女啊要跟你离婚。妈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我就是混得再也不好，我也是你女婿啊，你也不能让大美和我离婚啊！你得了吧！我现在不承认你是我女婿啊！我让我闺女跟着你干嘛呀？跟着你受苦啊？跟着你受罪啊？妈，你当初嫌弃我，你说我没本事，我不是出去了吗？我也打拼了好几年，这苦我也吃了不少。可是这外面创业没你想的这么简单，这万事啊都挺难的。你不能因为这儿就大美和我离婚呀！我也付出努力了呀。你别给我找那么多理由啊！反正呀，这个家以后你不用再来了。正好你也回来了，赶紧和我闺女办离婚手续。妈什么妈呀？我不是你妈。当初啊，我闺女要嫁给你的时候，我都不同意，我都看不上你。我就知道啊，你这个人啊，没一点本事，没一点出息。我让她嫁给你啊，就怕她吃苦受累。可是这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一天的福不让她享啊！你叫她在家里等你那么多年，电话也不打，信息也不回，你说你做的叫人事吗你？妈，我知道我出去不跟你们联系是我做的不对，可是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以后呢，我在家就好好的陪大美，我照顾您，好不好啊，妈？我好着呢，我不用你照顾我。你呀，趁早赶紧和我闺女离婚，我再给我闺女啊找个好的，找个有钱的，她到时候啊也可以好好孝敬我。就你能给我什么呀？能给我钱吗？你能带给我闺女幸福吗？妈，难道钱就这么重要吗？在你眼里，这钱就是万能的吗？妈，这对大美好不一定非要有钱呀，只要用心对她好，大美也会幸福的。你在这说什么狗屁话呀？啊，这钱呀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万能的。你没听说过这贫贱夫妻百日哀吗？啊，你不懂吗？哼，还亏你出去那么长时间。行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说废话了啊，我嘴都说渴了，赶紧给我滚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妈，滚！我不走，别让我闺女看见你。妈，我要等大美回来。还等她回来？你做梦呢！等她回来，你还能走掉啊？我闺女那么喜欢你，你就浪费了她的一片苦心。给我滚！妈，给我滚！妈，小白，大美，小白，大美，妈，小白什么呀？小白啊，她正好回来了，赶紧啊去民政局跟她离婚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小白刚回来，怎么能跟他离婚呢？我说什么呀？啊，你看看他的从头到脚哪一点值得你喜欢的，值得你等
这么多年了啊，一分钱没挣到啊，到学会要饭了啊！你看看，妈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这再怎么样，这小白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你的女婿，咱们是一家人呢。谁跟他是一家人呀？有他这他女婿啊，我这脸啊都没法出门了。妈，我既然选择了他，那我就得一辈子跟他在一起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我都不会离开他的。我的傻闺女啊，你这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他有什么好的呀？啊，他只会让你吃苦受罪。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你？小白，赶紧给我滚！小白滚到远边的，别再进我家！妈，你让他干嘛呀你？妈，你是不是非得要这样？对，我就看不惯他，我就看不惯他这没出息的样啊！他能带给你什么呀？能带给你幸福吗？妈，你所说的那种幸福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就算没钱，我照样也会过得很开心。还有，你既然不待见小白，那我也不在这里住了。以后你照顾好自己，这个家我不回来了。以后我吃苦受罪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这干嘛呀你啊？妈，恕女儿不孝，女儿这次绝对不能听你的。我的傻闺女呀，你竟然为了这个穷小子，你不要妈呀你啊？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呀？行，你既然选择了他，那好，你走吧，永远别进这个家门。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闺女。妈，那你以后照顾好自己。小白，咱们走。大梅，大美，你真的不要妈了吗？这路上有点堵车，我来晚了。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，我给你取回来了。是。你别说，这个钱现在用不着了，等一下再麻烦你帮我存进去吧。啊？小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这丈母娘嫌弃我呗，要把我赶出家门。这个钱本来打算是孝敬她的，现在看来是用不上。啊？女婿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，你都是董事长了，还有秘书都使上了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回来了呀？哎呀，都怪我不好啊！行了吧，妈，你呀就别虚情假意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我有钱了，你就这样对我呢？我本来就是想试探你一下，看你到底变没变。所以啊，我就特地穿了这身衣服。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的瞧不起我。既然你瞧不起我的话，那我的钱也没必要给你花了。以后啊，我会带大美啊，住大别墅，吃好吃的，住好的。我们以后啊，我们过自己的幸福生活，和您呢没什么关系。女婿啊，这是妈老糊涂了，是妈老眼昏花，是妈在说梦话呢啊！我说的都不算数，你就当放个屁算了。这是我错了，你别呀，别，那钱。行了吧，妈，你呀是看在这些钱的面子上才给我说这话的吧？如果我没钱的话，你又怎么对我呢？大美，走，咱们呀过好生活去。大美，你不能不要妈呀！哎，女婿啊，这阿姨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知道你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女婿吗？你的女婿可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，听说过吧？这龙腾集团啊，在咱们市可是排前3呢。现在你的女婿啊，身价都过亿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我干的叫什么事啊？这，哎，闺女啊，女婿啊！